不用脸也能演戏，诚意背影戏里藏着多少东西，你真的看懂了吗？我先说个假设，假如哈，现在有一段电视剧片段放在你面前，演员的脸被完全打码，你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从这个背影里，你能不能判断出他在演什么情绪，演的是哪个角色，甚至演员本人是谁？听起来有点苛刻是吧？其实这是表演圈里一个很老的命题，老到什么程度呢？老到电影学院的台词课、表演课上，老师会拿这个标准来筛人。今天我想认真聊一个事儿，就是最近微博上炸开的那篇文章，说程毅连背影戏都能传达丰富的情绪，演技封神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这个标题的第一反应不是哇好厉害，而是这话敢这么说，得有底气。所以这期视频我想做个事儿，把它当成一场小型庭审，正方反方都请上来，最后我自己来给出我的判决。各位看到最后，看你们同不同意我的看法。行，开庭。先说一个最基础的东西，免得后面有人觉得我在玄学。背影戏这3个字听起来好像很文艺，其实在演员训练体系里，它是一个非常硬的技术指标。你想想看，演员一旦背对镜头，他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眼神，失去了面部表情，失去了嘴角、眉毛、鼻翼这些最容易传情的微表情通道。他手里还剩什么？只剩下肩颈的线条、后背的张力、走位的停顿、呼吸的频率，可能加上一点点手的位置。就这么几样东西。其实表演圈里一直流传着一个共识，一个演员有没有真正进角色，看他背对镜头那几秒就知道。因为脸是可以演的，但背是骗不了人的。背要演出东西来，演员得是从骨头里把那个人物活出来。这个说法我自己也是查了半天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大致的意思就是，越是没有面部辅助的镜头，越能看出一个演员对人物的理解深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程毅的背影到底有没有东西？我们不空谈，上证据。第一个证据，琉璃里的雨丝凤。你去翻翻这部剧里丝凤几个关键的背影镜头，尤其是那些他没有正面给情绪，而是背着镜头去承担压力的段落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肩膀的处理是绷着的，不是端着，是绷着。这两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啊。端着是用力，绷着是压抑。司凤这个人物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？是隐忍。一个久视修磨的角色，他的痛苦不能 outsource 出去，他得自己咽。程毅那个时候的背影就告诉你，这个人正在咽东西。第二个证据，莲花楼的李莲花。这个就更有意思了。你把李莲花和司凤的背影放一起对比，会发现重心完全不一样。司凤的重心是往上提的，因为她要撑住；李莲花的重心是往下沉的，她这个人物已经看破了，已经病了，已经不在意了。所以她背影是松的，但松里头还有一个东西，身体的支点。你注意看，她每一次站定的姿态都是符合中毒已深，随时可能倒下这个生理设定的。这个细节她 hold 得特别稳，这就叫食材好厨子也好。剧本给了角色，演员给了细节，两个东西对上了。第三个证据，长安24季的谢怀安。这个角色又是另一种背影了。谢怀安身上的核心情绪是什么？是内火，是那种你看不出来，但他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的复仇感。程毅这个时候的背影，肩膀不绷了，也不松了，是沉的。然后步伐节奏明显比前两个角色快半拍。半拍啊，就半拍，这个差别非常微妙，但你连看3集就能感觉到，这个人有事儿在身上，他停不下来。我顺着这个思路想了一下，3个角色3种背影，司凤的绷，李莲花的松，谢怀安的沉。这不是同一个演员在重复自己，这是一个演员把3个不同的人物在身体层面拆解清楚了。这个 level 其实在同年龄段男演员里已经不多见了。等等等等，我刚才说到哪了？哦对，我得插一句，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，这是不是过度解读？是不是粉丝滤镜在加戏？
行，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儿专门讨论。但先说回来，刚才这3个例子我是反复看了好几遍才敢这么说的。我之前也犯过这个错，看一个演员某一部戏好，就替他吹一整个职业生涯。这次我特别小心。好，下面这部分按庭审规矩，请反方陈词。下面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有2种声音是这样的。第一种声音说，背影哪有那么多东西？演员背对镜头无非就是站着或者走着，是粉丝看着哥哥的背影自己脑补了一堆叙事，这叫滤镜，不叫演技。第二种声音说，诚毅去年某个项目播出的时候，市场反应慢半拍，当时有讨论说台词、打戏都没达到最佳状态，既然如此，凭什么说他演技封神？行，反方说完了。我先说清楚啊，这2种声音确实在网上存在，我不否认它们存在。但作为一个尽量讲逻辑的人，我得一条一条回。先回第一条，粉丝滤镜说。这个论点最大的问题在哪？他假设所有背影镜头都是随便拍的，演员只是在那儿站着。但你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剧组运作就知道，一个有质感的项目，背影镜头是被导演专门设计来承担叙事功能的。摄影机机位、走位调度、灯光打在肩膀上的角度、人物离镜头的距离，全是计算过的。导演不会浪费一个背影镜头让演员随便站。所以问题就变成了，同样一个设计好的镜头，为什么换不同的演员拍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？这个差别就是演员功底带来的，不是滤镜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粉丝是有滤镜，但镜头不会撒谎。再回第2条，关于去年那个项目反应慢半拍的事儿。这事儿我得这么说，一个演员的某部作品市场反馈不够理想，这种情况在演员生涯里基本是必然事件，除非他只拍一部戏然后退圈。但关键是，你得看是不是同一种问题反复出现。如果你把诚毅最近几个项目放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在那个反应不理想的项目里出现的状态问题，到了下一个项目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说白了，这不是演员能力的问题，是项目本身的剧本架构、后期滤镜、宣发节奏的问题。在那个框架下，任何演员都很难100%发挥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，他不是状态稳定输出毫无变化的那种演员，他的发挥跟项目质量是高度相关的。好项目里他能给你封神时刻，一般项目里他至少把自己的本分做到位。这是负责任的演员该有的样子。我承认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，毕竟我没拿到第一手剧组资料。但凭我看到的公开信息，这个判断我觉得站得住。好，两边都听完了，我来宣判。我的判决是辩方胜诉。诚毅连背影戏都能传达丰富的情绪，这个说法不是粉丝滤镜，不是过度解读，是一个有作品支撑、有技术细节可拆解、有专业框架可验证的判断。但我说到这儿还没说完，我想把视角再拉高一点。你想想看，现在这个市场 AI 换脸技术都能拍戏了，流量逻辑当道，粉丝10秒内不被拉住就划走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还有一个青年男演员愿意花心思去打磨背影，这种观众10有8九根本不会注意的细节，这件事本身分量很重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坚持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不会立刻给你回报。背影演得好，热搜不会写背影封神，热搜只会写正脸帅不帅。但他还是这么做了，从琉璃一路做到长安24季，一做就是好几年。这一步是长远布局，懂行的都知道这种坚持不容易，懂他的人会懂。老粉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他从配角龙套时期一路走过来，没有一蹴而就的爆红，全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。他走得不快，但走得稳。我那时候还在追琉璃，说实话，当时我对他的判断只有一半，觉得这哥们挺帅，演技还行。做完这期视频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也曾经低估过他。半夜睡不着重看莲花楼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
一个演员愿意把心思花在观众不会注意的地方，这本身就是对表演这件事最大的尊重。所以我说回开头那个假设，如果你把程毅的脸打码，只看背影，你能不能认出他演的是谁？我自己看了好几遍之后的答案是能，因为司凤的杯是绷的，李莲花的杯是松的，谢怀安的杯是沉的，这3种状态我闭着眼都能区分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，我的视角有限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我抛砖引玉。如果说错了，下期改。但其实今天讲的这3个例子，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我没说。程毅这种对身体语言的敏感度，跟他早年的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。这部分内容我留到下期。下期我们就聊一聊，为什么他会比同年龄段大多数演员更早注意到背影这件事，这事儿可以从他出道之前的一些经历去找答案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。如果你看完认同我的判断，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喜欢他哪一个角色的背影戏。